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阿晨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伟老师，欢迎。来吧，接下来的时间看看我们4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的性格跟你想的不一样，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改变我的初衷，我从不后悔和你在一起。长久的陪伴就是我能带给你最大的安全感。我只是想让你为我变得再勇敢一点，我也想要被人保护。为什么你觉得帮你吵架才算是在保护你呢？一次次的据理力争都会让我的性格变得更加暴躁。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郭29岁，来自内蒙古，自由职业。小李27岁，来自浙江，自由职业。有请。欢迎两位哈，男朋友对，挺阳刚的呀，不但是像你小他很多片说的。生活上的小事一点都不阳刚。就说上次吧，我们一起打车回家，完了之后呢，我们遇到了一个态度非常非常恶劣的司机，我们打了好几个电话，他一直都没有接。等到最后一个电话他接了，但我们还是没有找到他在哪里。然后好巧不巧，就是就看到他在哪里了，我们就准备走过去。走过去了之后，司机师傅就说：“你们怎么能让我们等这么久啊？”然后就一直骂我们，话骂得非常非常难听。我已经跟他理论的，就是面红耳赤了，他就一直站在那，他也不帮我说话，只是拉着我说：“哎呀，算了算了，咱们就打下一辆车吧。”因为那个司机看起来就比较凶嘛，然后我就说赶紧走嘛，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一辆车上嘛。然后我也是为了我们的人身安全。但你不觉得他话说的特别难听吗？这种人我们就应该远离他，不是就是说跟他去对。所以你想的是要息事宁人，不起争端，对吧？对。但他老是这样，就什么事儿碰到什么事儿都这样。咱们上一次去旅游，我们坐在第一排，车窗有一个窗帘是在我们那儿的，本身就在我们那儿的。我觉得这事儿我们没错，因为太阳很晒，然后我把车窗帘拉过来，拉好了之后，然后后面那女的看到，她也觉得很晒嘛，她把窗帘拉过去，然后我看我生气啊，我歘一下我拉回来，她歘一下就拉回去，然后我们好几个回合这样。那个女的先站起来，她准备要跟我吵架了，然后我也准备站起来，然后她就在那，她说拉着我的衣角，哎呀，别吵了，别吵了，算了。他不会是这样拉吧？这个不会是这样吧？他就是拉着我的衣角，我真的，我就是会拽一下他，让他不要再去争执了。所以他的这种举动让你觉得他是懦弱？对，我觉得他很懦弱，觉得这个男人保护不了你？对，不是我保护不了他，我就是不擅长用武力去解决问题。我觉得大家能心平气和的解决最好。当时看上他是看上什么了？能告诉我吗？就留个小胡子嘛，然后就感觉好像看上去挺 man 的。就很男人是吧？对，因为我小时候跟爷爷，我如果受其他小朋友欺负的话，就是我爷爷总会替我出头，然后我就特别希望找一个就是能为我出头，能给我安全感的男生。除了希望他变得能够像你想象的那样特别有力之外，还希望他改变什么呢？有一次吧，公司来了一个新的同事，一个女生嘛，然后她有私下跟她出去吃饭，然后也没有跟我报备。其实这种事儿吧没什么，她自己也说她是清白的，但是她不告诉我，会让我觉得我很不受尊重。那个不是私下吃饭，主持人，我们那个是因为公司新来的同事，他不知道就是餐厅在哪些地方，所以我带他去认识一下餐厅。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工作中一种很普通的互动。我没告诉他，也是因为怕他去胡思乱想什么的。这是工作吗？你就算说是照顾他，也不应该是私下跟他出去吃饭。不是，这事儿您是怎么知道的呀？我是第二天在女生的朋友圈知道的，因为我们俩也是同一个公司嘛。等于是你们的新同事。对，就是我只是带他去认识一下环境这样子，然后他就是会把一些小事情放大到一个极致。什么小事情放大？那后来呢？就是也是别的同事告诉我，他经常夸女同事，哎呀，你长得好漂亮啊，怎么样怎么样的。
有一次还在我面前说漏嘴了，他说：“你看那个同事就是穿衣服穿多性感啊。”是那个新的女同事啊，还是其他的？新的女同事，就是那一个。还有一次就咱俩出去吃饭，中午的时候，然后吃完饭嘛，我就寻思买点水果什么的给她。回去他就碰到了那个女同事，他就把水果给了那个女同事。我在那我都愣在那了。夸女同事这个事情，我没有说的那么就是明显，我就是你是在我面前没有说的那么明显。我就是想说人家就是比较审美在线嘛，穿衣服好看，我说想让你也可以学习一下嘛，提升一下自己的穿衣品味啊。然后送水果那个是因为他给我买了水果，我在走廊上碰到人家了，我拿着水果，那我是不是告诉过你，我就是不喜欢你跟他有接触？但是这点小事你都不能。但是这些只是工作上的呀，我私下没有跟他去接触。你给他送东西吃是工作上的事情吗？我碰到同事了，不是应该给人家送点水果吃吗？都给了？没有都给，就给了一部分。好，这个跟安全感这个都有关系啊。对。还有别的吗？我特别想说一个事儿，就是每一次咱俩出去玩，他那个头发都得捯饬1个小时，然后衣服也得捯饬半个小时。这没什么呀，我们曲总录节目之前都捯饬4个小时，对吧？于老师可以作证吧？这有啥呀？但是我会觉得平常普通的男生并不是这样的呀。老师是因为他有上进，不是，所以他是不普通的男生。老师是因为他有上进的需求啊，但是我对象他没有上进的需求啊，他只是自己喜欢捯饬啊。再说了，自从女同事来了之后，他开始喷香水了。这是重点。不是，我喜欢捯饬是因为我想就是在外边就是精致一点，不那么邋遢一点。不是，我就想问，为什么自从女同事来了以后，你就喷香水儿？因为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主持人，因为女同事是夏天来的嘛，然后夏天来的就衣服穿的会比较少，会出汗，所以我就是出门前会。你之前你也出汗啊，没见你喷过香水啊。之前衣服穿的比较多嘛，所以就衣服穿的多也会有味儿啊。那可能就是比较懒吧，懒得喷吧。对，我比较懒，我懂。他捯饬头发，我们可能就是去那种网红店拍照什么的，我给他拍，从楼上拍到楼下，从里边拍到外边。杭州43度的天，他让我给他外边拍了1个多小时，我那个汗就大汗淋漓。没有40度，当时也就是30几度吧，38、9度吧，那也得有。中午2点多的时候43度，然后那个下午一点38、9度也有啊，太热了。他拍的照片比我拍的都多，一般男生不会捯饬那么久啊。你们这个自由职业到底是做什么的？我是做声乐老师的，但是我因为现在兼职，所以对。他呢？我平时会做一些就是网拍什么的工作。哦，那人家的职业，你这个就他接的不多呀。但是我觉得男生这个时代了，捯饬一下很正常，而且我没有像你说那么夸张，头发弄1个多小时、2个小时。你今天让小哥还给你弄了很久呢，我们在化妆间的时候。就是我不想邋里邋遢的对外表现嘛。那拍照呢？他说你拍照拍了很久是吗？他帮我拍，我也会帮他拍，但是我帮他拍的时候，他就会找理由说他今天妆不好看。那你也知道啊，就是我爱出汗，我在外面待了1个多小时了，那个汗都流的。不知道怎么样了，我那妆都花了，我怎么拍呀？那因为你经常抱怨我不给你拍，其实我很想给你拍。我抱怨你拍的太多了，每一次我们出去你都要拍照，而且你拍的那个照片就很那个。那我帮你拍，你又不拍，说你衣服不好看，总找借口。不是他拍的照片很什么？就他喜欢露点胸啥的，就。因为男生照片拍照就那几个姿势嘛，就无非就展现阳刚一点、man 一点这样。对啊。还有就是他有时候太阳大的时候打伞，我可以理解，但是没有太阳的时候他也打这个伞，就是打伞很正常啊。现在谁出门不打伞？女生还穿个防晒衣呢。那没有太阳你也打伞，我觉得没有太阳有紫外线啊。我觉得他就是太钻牛角尖了，很喜欢把小事情放大到一个极致就比如说我们2个在那个吃饭点外卖的时候，然后因为那个外卖配送的时间本来就很长，然后我们也很饿，结果外卖到了家里之后还不能第一时间去吃，他非要把那个外卖倒出来装到盘子里去摆好拍照。摆好比较有食欲啊。
就是而且我还可以拍张照片，就我觉得很浪费那也好不容时间易点一次贵的嘛。没有必要去做，但是摆好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就我不在意这些形式东西，但我在意啊。你看他就是这样，就一跟他沟通这种事情，他就点点头，好像你们不是在沟对通吧？你们是在情绪里吧？这是在谈恋爱呢，还是在抬杠呢？这不就个人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琐碎的小习惯吗？啊！但是我跟他说，他也改不了呀。啊，那你还希望他改什么？今天一口气把它说完，就能够在我有困难的时候呢，给我挡一挡啊，站在我的前面，不要每一次都拉着我。然后这个出门时间真的太久了，每一次都是我等他。还有跟女同事的这个事儿，真的啊，我就是不希望你跟他没了。对，就这么点事儿。但是他这个事儿吧，他真的，我觉得第一个事儿特别严重，就是每一次都这样，我觉得就是觉得不爽。啊，那你可以直接说对他的感受吗？比如说，很男人，不男人，对吧？有点娘的男人，你的感受是什么？直接说。不男人。啊，不男人。对。啊，所以你对男人的标准是？可能就需要稍微阳刚一点，我有事的时候能够冲在我前面帮助我。比如说我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不要那么的就每次都是说算了吧算了吧，我就希望他能够帮我说个几句话，这样子我的心里已经很舒服了。他每一次都就是不说话把我拉走，我就觉得特别的生闷气。能说说你爷爷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吗？我爷爷他是一个海军，然后我小的时候吧，村里发了大水，有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小孩嘛，然后就是在那里看那个大水，然后小孩可能太皮了，他就挣脱掉下去了。然后我爷爷就是看到了，直接从那个桥上跳下去，把小孩救上来了。哦，对，然后小孩就是到20多岁的时候，还会每年给我爷爷送过年的礼。父亲呢？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出去工作，然后我们是很后来才在城里的，一直跟爷爷长大。对，所以在你的心目当中，男人应该是爷爷那个样子，是吧？对。只要遇事儿的时候，一定会挺身而出。对。他显然不具备这样的特质，是吧？对，因为我们如果说出去的话，遇到事情他都不是替我出头的那一种。我会选择在就是我们俩单独的时候去开导他，然后安慰他。对。但是在外面的时候，我几乎不会去吵架。我特别不理解啊，就是当一个人已经把手指到了你的女朋友的面前的时候，还躲，这是为什么？因为我怕会有危险，谁会有危险？就是怕他会有危险，也怕我会有危险。对，所以你采用的方式是拉他走，对，拉女朋友走，对，就是尽快离开这个现场。哦，在你的生活里面，处理问题都是这么处理？基本上是的，我基本上不太会吵架。不吵架是能忍，还是说像你说的，我碰到这种人吧，我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躲得远远的。对啊，好。但是当别人真的欺负到你的心爱的人的时候，你还躲吗？如果是真的动手了，我肯定会还回去的。对，但是我希望永远都没有那个时候。女生大概描述了一下，你不是她心目当中想要的那个男人，对吧？我想知道的是，她是你心目当中想要的那个女人吗？是。确定吗？确定。描述一下，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就是比较温柔的，然后体贴的。她不温柔啊，她每次出去都跟人干仗啊。刚开始的时候她是蛮温柔的，挺小鸟依人的，然后对我也特别的包容，然后很多地方对我也很好，就是帮我送饭啊，或者是每天会在我桌上就是放一些固定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能感觉到他很贴心，然后就是交往了时间久了之后，他的脾气会变得慢慢的比较暴躁，然后
有时候就是一点就炸的那种类型，然后我也就没办法，我只能就是安慰他或者是怎么样。你觉得你需要改变吗？你变得了吗？需要吧。啊？需要改变什么？就是在外边的时候刚一点吧。然后你小30年的人生经历就会因为他的一个要求你能改变了？对，虽然我不崇尚暴力，但是没有人崇尚暴力。对，虽然说该出手的时候还是要出手吧，他可能就是需要一个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的男朋友。为什么流泪？因为我觉得他之前其实我也跟他说过，但是他其实都没有做出改变。我希望他这次说的能是真的。好，这样的话我听过很多次了，我还能再信你一次吗？来，各位老师，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博宏兄，女生，我问一下，在你男友身上，他有没有主见？他自不自私？他小不小气？第一个没有，但是他不自私不小气。对，所以他在我眼里，并不是你说的很懦弱。懦弱有2种，一种是真懦弱，一种是假懦弱。真懦弱的人，他很小气，很自私，没主见。假懦弱的人，他碰到事情的时候顺其自然，不争不求。但是他呢，这2个之间的界限没有把握好而已。你刚才因为从小受的教育，你的爷爷对你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你爷爷那是见义勇为，他只是不想事事火上浇油，但是没有把握好一个度。我们不能说他不是男子汉，不是大丈夫。我们说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最大的表现就是不知不觉能够为她去做出改变。你应该主动的去照顾她的情绪和感受，主动的去改变一点，有些稍修正，那就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了。这在他眼里不但阳光，也就阳刚了，好吗？谢谢博宏兄。阿晨老师，林女士，你要的是一个那种顶天立地、气拔山河的男子气概的男人，在他身上我能看到一部分，就像你们刚才讲，拍照、打扮精致，这是一个当代男生应该会具备的技能，而且最重要的，他的工作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当然，你好像忘了，他也会痛，也会哭，也会脆弱。不是每个男人在面对外界的冲突的时候都会举起拳头。你们2个，我看也临近30了吧？对。你要的那个热血少年啊，那种感觉啊，他已经被社会打磨的消失的不见了，在这个年龄段其实很少见了。郭先生，你也很有意思，你发现你们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了吗？你觉得他前后恋爱反差大，对吧？以前温柔，现在脾气差。你知道为什么他反差大吗？那是因为你给了他怀疑。怀疑从哪儿来的？怀疑就是从女同事出去，你们聚餐，你没有报备，你觉得是正常，你只是觉得单纯的照顾了一下他，那你为什么不能说一声呢？他需要你的陪伴和关注，还有呵护。还有你在一个心爱之人的面前夸奖另一个女士的衣品好、性感、穿着不错，我觉得确实是有可能有些人会比我们更好，但是一个女孩找你不是为了让你教她做人的道理，而是让她感受到你的偏爱和她的特别。她要的不是你该出手就出手，而她需要你有一个态度，但是我确实没有看到。所以归根结底来讲，是你让她变得不再是那个温柔的女人了。所以我建议2位啊，真的是再考虑考虑吧。好，谢谢阿晨老师。来，严老师。女生现在其实挺明显的，她身上的缺点在你心中已经大过了你曾经爱她的优点。
我听起来，比如说出租车的争执，固然他应该站出来为你撑一下腰，但是息事宁人未见得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在你心中，这就是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不男人，是你看他的眼光在发生变化。男生也一样，你曾经是因为他对你的好而感动的，但是现在他摆个牌你都觉得这是缺点，他打个伞你都嫌他是矫情。如果在你心中这个女生身上的缺点也大于了优点，你们现在的爱情又趋于了平淡，那拿什么支撑你们的情感？所以我觉得你们的情感现在是岌岌可危的。如果我们能回到初心，我们最初看中的男人就是这样子的，那他其他的有一点温和啊，有一点自恋啊，我们就要包容。如果你初心改了，说我就想要一个不喷香水的，出门就能立刻走的，特别爷们儿的人，那请你换人。所以我觉得你们二位都去摸摸自己的心，我和这个人在一起，发展了一段情感，进入了一段亲密关系，想好自己要什么，就知道何去何从。好吧，谢谢。谢谢杨老师。来，曲总。其实他并不懦弱，只是他在很多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和你是迥然不同。你告诉我，难道拉窗帘事件和出租车事件那是懦弱与不懦弱的事情吗？压根儿不是，那是素质的问题，那是教养的问题。你不说他不保护你，我恰恰认为他用他的方式在保护着你。如果你和对方发生冲突，会不会有肢体的动作呢？你会不会受到伤害呢？很有可能。爷爷去救落水的儿童，他不可以吗？那是何等极端的事情，他有这种情况发生在身上吗？他有见死不救吗？没有啊。你在用一种极端的一种瞬间的一种印象再去界定一个人是否是男人，你错了。我倒觉得你很需要他，因为他的性格，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和你互补的。因为有他的存在，其实你避免了很多次的伤害哦，你都不知道哦。所以你需要向他学习，做事不要那么刚愎自用，不要那么过度的敏感，同时呢还要需要提高自己的一些社交的礼仪以及素质。男生你的问题啊，情感当中你倒挺懦弱的，那个习惯动作就是是点头，但是其实你并不认可他的做法，你并不认可他的一些行为，但是好吧，这是一种在感情当中根本就不愿意去让双方更深更密切的一种表现啊。你就觉得他就是那样啊，说什么都白搭，你已经放弃了。相反，那个女生那个女同事倒觉得引起了你的注意，来了新鲜感喽，有自己当时可能你们相恋那种感受喽，我要把自己捯饬得更好了。所以你对他还有那么用心吗？没有了。你是不是特别反感他在外边跟人冲突啊？特别反感啊？是不是特别讨厌啊？是还是不是？是，肯定是啊，但你不说嘛。所以你们俩如果能互相调一调，能够走下去，也可能彼此都是一个增进。但是如果在生活细节上如此之格格不入的话，你就大胆的说嘛，我们俩不合适，别做那种让人家误会的事情，懂吗？就这样。谢谢曲总。是不是男人就不好评价了啊？每个人有每个人做事的这个原则，但是有一点我不苟同吧，我觉得还是挺懦弱的。很简单，我可以很有教养的让渡我的很多，我示弱，我觉得在生活里面示弱是一种高级智慧。可是有一个问题，当一个人拉开了车门冲下来的时候，如果你真爱这个女人，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挡在她的身前，而不是把她露给那个在火气最大的时候的男人。这是底线吧？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姑娘会在这样一个冲突事件之后会有那种缺少安全感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是粉饰不了的，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语言都粉饰不了。所以女生不用那么去哭啊，这是一个恋爱的一个揭示真相的时期，真相其实就是被揭开了。其实这个男人可能就不是你想象的。下一个问题来了，看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女人，她喜欢惹事，她愿意挑起冲突，她希望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泾渭分明的对和错。你希望抹稀泥，
对吧？你希望用更温和的方式去处理一些问题，这种大原则你们能互相包容吗？如果你们可以接受的话，就可以试嘛。如果不可以接受的话，不如像老师们说的，今天把话说清楚，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相处了这么久，我觉得你在其他细节上对我还是很好。比如说我一直很爱出汗，你也知道，然后都会在每次夏天来临的时候，你就会给我准备好小风扇，给我准备纸巾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些细节做得特别好，所以其实，而且我们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觉得我会尝试着改变一下我的暴脾气啊这种的，但我希望你也能够为我稍微改变一点，在遇到事情的时候稍微替我挡着一点。和你相处的这段时间里，我觉得你的脾气会有些暴躁，但是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可爱的表现，所以我还是想和你在一起。谢谢两位，请回。谢谢你们，请回。我们预测一下结果。很显然，女生她渴求的是崇拜式的爱情，但这个男生显然不是他梦想的男生。但我认为今天恰恰是一个梦醒时分，两个人都会出来，会重新开始。阿成老师啊，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继续相处下去了。哦，严老师，男出女不出吧？我觉得女生多少还是觉得不是她想象的。我跟你想的相反，女出男不出，男的是不爱，我认为女生还是爱着这个男生，男生已经没那么多爱了。好吧，咱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来，让我们一起见证这对情侣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请亮灯。谢谢两位啊，请回，请回。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感情上的付出和收获，在我这里现在是不对等的。不想去做的事情，再怎么强求也是没有用的。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那当初为什么要在一起呢？我不明白，明明自己也可以去做事情，为什么都要强制我加入？我想要的不过是你的关心而已，但是你从来都不关心我，你在乎的只有你自己。这段恋爱让我太累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白24岁，来自内蒙古，自由职业。小周26岁，来自温州，自由职业。怎么认识的呀？工作认识。哇，你今天来是很冷的一个女孩哈，对面的是你的男朋友。这是带了多大的气来的啊？这个什么样的工作当中认识的呢？你问他吧。不好意思，我们昨天刚吵过架。哦，好，行，没关系啊。这个我就不深究到底是什么工作场所认识的。就是反正我们做模特的拍摄场所认识。哦，拍摄场所认识的。谈恋爱谈了多久？1年多。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姑娘啊？我就觉得他根本就不像一个男朋友，就是有他没他根本没有什么差别。啊，那你就把他休了不就可以了吗？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平时有很多的地方，很多方面，基本上感觉他根本就不在乎我。哦，比如说，根本就不关心我啊，比如说，平时不是没事情干的时候会刷刷视频啊什么的吗？然后我给他分享啊，跟他说啊哪里有什么好吃的呀，或者什么，我跟他说我想吃什么，就是看到这个很好吃，我说你看这个好像很好吃的样子，他就回头看一眼，也不给你反应，也不说什么，他也不会说带你去吃啊，也不会说跟你一起讨论一下啊，他就干自己的事情去了。然后平时他要是在工作的时候，我要是给他发消息啊或者什么的，他也不怎么会回，就基本上我给他发好多条消息，然后他就回最后1、2条。但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也很忙啊，我在工作的时候就是间隙我都会给他回，但是他就不会。我觉得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种做法嘛，我感觉我的做法，我就是我工作的时候我只想工作，我不管是谁的消息。你工作的时候只想工作，你工作的时候跟他们玩啊、聊天啊什么的都可以，你跟别人回消息，你也不会给我回消息啊。我没有啊，在这里冠冕堂皇的在这里说这种。我有的时候我就是不想回消息，我就是想等工作结束。就不想回啊，所以我跟你的朋友也没有差别啊。你不想回，所以你就不回，你不在乎我怎么想。我跟你回了，你就会一直跟我说话，你一直跟我说话，那你不想跟我说话，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起呢？这个不是根本就不是一个，就是一个事啊。你觉得我一直跟你说话是在烦你，但是我觉得你一直跟我说话是你在乎我，你想要我陪你。你们俩模式就是这样是吧？我这个人反正我谈恋爱我需要自己一点空间嘛，可能。你需要自己的空间，但是你也不给我空间啊。怎么理解啊？他也不会让我出去玩呢。如果说我要出去跟朋友玩或者怎么样，他会不高兴啊。我没有过，我觉得我没有过啊。什么事情说一下就好了，其实都可以的呀。都可以。我想出去，我也会跟你说的呀。你没有跟我说过，你想出去，你跟我说了吗？很多时候你明明早就已经安排好了，但是你安排好的那一下你没有告诉我，只有到你临出门前一脚要出去的时候，你才跟我说你要出去了。但是我已经为你推掉了我朋友的就是邀约啊，结果你跟我说你现在要出去了，你可以提前跟我说呀，我也可以提前安排我的事情呀。还有别的吗？就是有一次不是跟朋友一块在外面玩吗？然后他要去拿饮料，然后他没有先问我，他是先问了他朋友，问他想要喝什么，然后起身准备走了，然后都已经走出去一步了，然后才回头想起来我，然后就问我一下我要不要喝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不高兴，但是我也没有跟他生气，也没有怎么样，但是事后就是回到家之后过了2天，我跟他说前2天有一件事情我不太高兴，就是你先问你朋友想喝什么，你没有先问我想喝什么。我说我希望是被你放在第一位的，你时刻是想着我先的。结果他跟我说你有必要吗？他说下一次你现在跟我说，我下次还是不会这样做的。为什么？这个不为什么呀？我觉得我想到什么了我就说什么了，这跟我想不想着他没有什么关系。对啊，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明你就不会想到我。就即使他跟我说了这件事情，可能我下次还会忘记。就是跟朋友吃饭，为什么朋友的这个感受你会第一时间想起？对啊，这是你发自内心的第一反应，所以我连朋友都不如啊。不是啊，因为是朋友啊，朋友是我们之间是情侣关系嘛，朋友是别的人啊。对，所以我要照顾一下人家肯定。对，但是我当时也没有说刻意的去不照顾他这个事情。所以在你的认知里面，你们俩的关系比你跟朋友的关系要近。你要先照顾远的人，是这样每天在一块儿。所以你觉得他不必苛求这些？我是觉得这样的，因为这种小事其实也没必要这样。但是我也没有说因为这件事情生气啊，我生气的原因是我告诉你这样子做我会不高兴，我是好好的客客气气的跟你说，你这件事情让我有一点不高兴了，我又不是不讲道理，但是你一上来就说你有病吧，有必要吗？还骂我？不是，我就是觉得这种事情可能他告诉我了，我下次可能还是想不到。那你可以好好的跟我说，我就是记性差，我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些细节，你可以说你没有注意到，可以啊，你就算没有做到，你好好跟我说，你或者跟我道个歉也可以，但是我跟你说了这件事情，我就是会不高兴。你可以说你下次注意点，也可以说你下次也会忘，但是你一上来就说你有必要吗？有病吧你？你觉得这正常吗？哎，所以你们俩在一起就一直是这样吗？差不多。
我很奇怪，就是你们俩如果一直是这种状态的话，你们怎么会坚持这么久？因为我以为他会基本的都不达标改啊，我等着他慢慢的变好啊。所以你等了多久？ 1年多呀。还能等吗？你们俩当时谁追的谁？没有谁追谁。认识了之后，然后一起出来过几次吃饭什么的，然后慢慢就在一起了。哦，不工作的时候，他通常会去哪里消遣？在家或者跟朋友吃饭什么的，约朋友吃饭。你不工作的时候，你最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不工作的时候打游戏，然后打球去。还有吗？然后跟朋友吃饭啊。所以你们俩没有在谈恋爱啊？他不工作的时候待在家里，你不工作的时候在打游戏，在打球。你们俩呢？女生，你们俩呢？对啊，所以我一直觉得他根本就不对呀，像是你们俩有过一个男朋友甜美的时刻吗？我一直都觉得，我说我们俩在一起这么久，我始终觉得我们有隔阂，就是不像是在一起了，就是表面待在一起，就是人在一块儿，但是心不在一块儿。但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就是说没有啊，没有啊，就这样。我觉得我说什么没有用，就是我想努力，我想好好的。你们俩有人提过分手吗？提过啊。谁提的？都提过。啊，后来为啥没分？不知道。就是和好了呗，就是想和好就和好了呗，觉得没必要因为这个事情再继续吵了。所以我好奇的问一句啊，在你的这个心目当中，这段恋爱的目的地是哪儿？还是我就谈着恋爱就 OK 了？哪有什么目的地？你想多了。因为我们可能都没到那个年龄，而且就是才在一起1年嘛，现在都在吵，所以我觉得，你要说目的地的话，我说结婚可能有点。不，目的地不一定是结婚啊，目的地还有可能是分手啊，目的地还有可能就是一直这么争吵着，但是绝不分手啊。那肯定是就是在这种事情就慢慢的变好嘛，肯定是这样的。你想过让它变好吗？想过呀。为此你做了些什么？我觉得我也有改变呀。你为这段情感改变了一些什么？因为他是一个脾气很不好的人，我觉得，可能在跟他之前，我脾气也不太好，觉得我现在脾气已经，挺好的了。因为之前每次就是在我们两个吵的时候，然后可能因为一点小事，然后，他发火了，他那种脾气态度很不好，然后我也这样了。这个时候我们两个就会大吵那种，就会吵得很凶很严重。吵完之后怎么解决这个争端呢？可能几天不说话，然后还是会联系的，然后联系一下可能就会好。谁主动提出和好？那如果是我惹他生气，我会跟他说。但是他如果认为就是有一点点就不是他的错，他就算是很小的事情，他觉得不是他的错，他就不会跟你低头。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有美好时光吗？彼此照顾，互相关心。我觉得更多的是自己都认为自己在关心对方，就是这样的。之前有一次他生病了，我中午就被他吵醒了，然后一直在给他弄药啊、烧水啊，然后给他点外卖啊、喂他吃啊，把水都是吹凉了喂到他嘴里的。一天我都没有休息，一直在陪着他，然后照顾他。他睡醒了难受，要去医院，要去干嘛，然后我都陪着他去啊，然后去完之后回来就继续照顾他。然后我是凌晨就是6点钟我要出去，就是去工作，但是他凌晨12点钟说要去医院，然后非要去。我说了，你发烧生病了，你在家休息都好过于你去那里坐着等4个小时再给你吃一盒退烧药。他不听啊，非要去，然后去了，我陪他一起坐到早上，然后我就去工作了。我一直拍到晚上的11点多，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了，然后我也发烧了，但是他对我完全和让我照顾他的就是那种方式完全不一样。他对我就是没有那么的上心，他就给我一个药啊，给我倒一杯水啊，放那让我自己休息。我觉得他说的有点夸张了。事实就是这样子啊，你觉得你做到了跟我做的一模一样吗？我觉得没有那么。但是你要想一想，我喂你吃药然后怎么样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态度，你忘了吗？你是又吵又闹的，说我不会照顾人，说我怎么这样，像一个木头一样，你还想我怎么样？
那我就一直在照顾你，我一刻都没停下来休息。结果到了你给我倒杯水，拿一颗药，然后让我在那儿休息，你就觉得是关心我了，就是在照顾我了。我没有这样嘛。但是你觉得，我没有这样嘛但是你觉得你要求我的和你对我的是一样的吗？是一样的吗？我发烧，我那天发烧反复的烧了5、6次。我最后我说我要去医院，你给我来一句什么？你不是说去医院也是一样的吗？还不如在家休息。因为你就是这样跟我说的呀。我这样跟你说，但是我陪你去了几趟医院，我陪你从凌晨做到早上5点钟，没有睡觉，通宵去工作，拍了30几个小时。结果到我，而且我不是一次发烧，我是一直吃退烧药，烧了5、6次，烧了一整天，烧到第2天了。你觉得跟你是一样的吗？然后你跟我说不用去医院。不忙的时候，游戏和球，还有朋友的聚会，还有别的生活吗？之前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吵过，然后我觉得我现在频率也不是很高了。因为他可能觉得他自己能做的事情比较少，但是我自己能做的事情呢就是有很多。不是说我自己能做的事比较少，而是我想跟你在一起做。不然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事情自己都能做，我为什么还要跟你在一起呢？当初你们俩是怎么看上对方的？什么吸引了你们？刚开始可能外表吧，因为做这个行业的嘛。女生呢？性格吧。什么样的性格？就是觉得他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每天乐乐呵呵的、开开心心的那种啊。你们今天非常冷静的帮我们想一想，就是我们有这么多争吵，我们这1年坚持下来了，或者这么走过来了，那个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什么东西支撑着你？想分手的时候怎么就说算了不分了，还是他好？到底是什么？是害怕改变，还是害怕遇不到什么？习惯吧。习惯啊。男生呢？你也是习惯，因为每天都在一块儿嘛。工作的时候在一起工作吗？不在一起吧？工作的时候不在一起，但是工作结束了就在一起。其实1个月工作的也不是很多。你们俩1个月大概工作几天啊？10多天吧。那剩下的10多天2个人就是待在一起喽？没有啊，自己干自己的事情啊，他打游戏啊，然后我就在那儿待着呀。所以你对这个是不满意的，对吗？所以恋爱对你们俩来说意味着啥呀？对我来说是归属感吧。什么样的归属感？就是你觉得永远有一个人在这里，就是我难过了也好，我开心了也好，我都有这样一个人可以陪着我，然后我跟他说，跟他分享。哎，2位给我描述一下你们理想当中的恋爱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就是早上一块起来，可能早上我先起，然后我去做早饭，然后一起去洗漱。他有给你做过早饭吗？早上没有起来过。OK， 好，然后中午然后一块吃个饭，然后下午一块去买菜，晚上一块做饭。吃完了饭之后，我希望的是可以有自己的时间去做一些事情。女生差不多吧，互相陪伴嘛，然后没事不工作的时候可以一块出去玩一玩啊，出去逛一逛啊，然后一起干一些事情啊。就这样的伴侣有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共同吃早餐，共同吃午餐，共同吃晚餐。就是我身边有那么一个人，这个人我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可以宣泄出去。你如果跟一个不喜欢的人，你不想做这些的，我什么都不想，我看到他就烦，他跟我说话我都会觉得烦。如果是这个逻辑的话，那就证明他不喜欢你啊，因为他的生活不让你参与吗？这是不是你的心理底层逻辑？那么一个男人1年多他还不再喜欢你，你还在等什么？你为什么不走呢？因为他说他会变好的呀，他说他会改的呀。你见过谁为谁改变？所以是他在骗你，还是你自己在骗你自己？来，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生虽然话不多，但是有一点，我也看到
你对这一段情感似乎偶尔会动情，也想挣扎，但是男生显然不想。作为一个恋爱中的女生，谁不渴望得到男生的呵护、体贴、照顾，把你宠成一个小公主？但是他显然不会。我不认为女生时时在矫情，更多的是男生他真的不在乎、不上心。所以这样的一段恋情，在我眼里已经攒够了失望，应该到了分手的时刻了。女生渴望男生得到改变，这有可能吗？他根本没有这个激情，根本没有这个动力。女生如果说还有一点女生的矜持，就此罢手，就此分手。谢谢波红兄。阿晨老师，刚才讲到了饮料、发烧、住院，你们两个人的对话当中有很多的不满和不舒服，还有怨气。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你们两个很喜欢彼此，我觉得你们两个很适合。你们两个适合在哪儿？我就是喜欢在家打打游戏、打打球，工作的时候忙一忙。我就想让你陪陪我，可能你给我的爱不够，这不是每一个男女都会拥有的经历吗？这不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吗？我从你的语气当中只感到了委屈和不舒服，我从你的感觉当中感受到了适应和习惯。你是个男人，你得适应女人的情绪和习惯；你是个女人，你就得面对男人有时候会出去应酬和喝酒。你很 OK 啊。你们的性格适合彼此，相处模式磨合彼此，你们彼此的这样的相处让我感觉到很自然，而且我很喜欢他的态度。你知道很多男嘉宾上来都是啊，你这样我跟你说怎么回事，要么就抢词，他没有。其实亲爱的，你一直在被包容，他可能陪你的不多，但他很想把他的世界给你，可是他不会啊。我觉得你可以等一等，我是个男人，我用心跟你讲，你真的可以等一等。他值得，你跟他在一起赔的少，但你舒服。吵架是正常的，谁都要吵。你们两个人该想一个问题是说，我们是因为多巴胺以及荷尔蒙的瞬间挥发想走在一起了，还是说真的是想找个伴儿，在爱情的这条长河当中走到婚姻的那一步？百年修得同兜船，今朝不枉这一次渡一下，尝试一下，我觉得可以。好，谢谢阿晨老师。严老师，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你就知道你面对的这个男人真的不适合你。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谈过好几次恋爱，3、4次，一个男生啊，每一段恋爱时间都还挺长，2、3年、3、4年。他的每个女朋友最后都是受不了他的这种冷冷的，或者是懒懒散散的这种状态而分开的。就是都感受不到他给自己的那份爱，但是男生说我对你很好，你看我没有二心，我天天守在家里，对吧？我不过就是没有给你递个饮料，我不过就是我觉得你生病发烧就是一件小事，没必要我太去关注，你是个成年人自己可以。他的女朋友都是因为他的冷而离开了，他最后一个女朋友就结婚的对象啊，我们才发现他不是这样子的，那个让他走入婚姻的女生点燃了他的激情，他可爱他了，每天发朋友圈，整个生活围着他转，对方有点头疼脑热，那恨不得鞍前马后啊。你知道吗？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一份激情和浪漫，只是看有没有遇到那个能点燃他热情的人。也许他一辈子都遇不到那个女生，他对所有人都像对你一样冷冷的，但是你真的不是他那个爱的人。所以如果你很在意这份情感的互动，那他就不是适合的对象。如果你说那我就这么平平淡淡，你也不用太关注我，我也不是特别关注你，我没有自己的工作，然后一日3餐在一起就好了，那这样人生你也可以选他。但明显你不是啊，你从上场到现在的情绪都代表了你是个在情感中需要双向奔赴很紧密的人，你需要你付出对他的爱，同时他也给你同等温度的情感。那你在等什么呢？男生你真的好懒，你跟他在一起也太懒了，你没有把自己本应该有的对情感的热情拿出来给他，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不尊重爱情，不敬畏情感，
你真的对他很冷漠。如果这份情感点不燃你的热情，你干嘛要浪费自己的生活，浪费自己的人生呢？你去找一个点燃你激情的人，那才叫爱情啊，那才叫我们一段值得去付出的双向奔赴的关系啊。所以我真的劝你们分开，各自去寻找让自己人生更有亮色的这样的人，因为你们条件都不差，何必如此呢？散了吧。谢谢严老师，来曲总。杨老师，他们的条件都不差吗？我认为他们条件很差。你们俩除了外在还有什么？女生，现在有危机感了吗？工作上的危机感有吗？有。26岁对于你这个行业是不是有点要走下坡路了？情感呢？一样啊。你现在焦虑吧？不开心啊。生活不如意，工作也现在竞争很激烈，还这么一个男朋友不关心你，自私吧他懒得为你去多想。想过结婚吗？想过。敢想和他结婚吗？不敢吧。这种状态还这么拖下去干什么呢？这个男生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他还想玩呢，他压根就没想过结婚是何物。你各方面都有焦虑了，没有一个依靠，你现在就是孤苦伶仃一个人。感情当中是一个人，工作上的一个人奋斗，就连生病了，这个细节他都不能给你最起码的一个同样的关注。我告诉你，这个细节当中你根本就对他没有爱，他让你不去医院的出发点是什么？你告诉我，是怕费事儿吗？是懒得去吗？不是，是怕你在那儿去等4个小时，是不是？可是反过来呢，你不想陪他去医院是什么？就怕费事儿嘛。你不说过吗？不去吗？在赵川老师问你生活最期待生活的描述之中，我们发现2点：第一，太没有意思了，你们的生活太不丰富了，太缺乏营养了，除了吃还有什么？第二一点，最后落到了你最需要的那个，你要自己的空间，你极度要自己有自己的事情去做，做完那几件事之后，就我们得有自己空间了吧？换句话说，我们不要老在一起，好不好？我们要彼此有点距离，好不好？你不要老给我发微信，太烦了，一说就没有完没了。所以什么事是你最重要的？就你自己的生活，3件事嘛：打游戏、和朋友出去玩、打球，就这3件事嘛。所以你对他太冷淡了，太冷了。他是被你伤的，你是真是对他一点都不关注。一个女人在情感当中是变得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焦虑。请问这段情感你要它何用？就这样。打开的方式其实挺好，至少看到了情绪啊。去拿一块石头来，姑娘，捂得热吗？一定捂得热，没错吧？有本事你把石头放下来，待个30-50分钟，你再试试，该怎么凉还是怎么凉。捧在手里的一块石头是热的，当石头离开手的时候，一定是凉的。同样的道理，可能你在他的手里，你是石头，你到了别人手里，你就变成捧石头的手了。这是严老师讲的爱的互动的关系。不爱，没玩够，玩去，别耽误，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还是很喜欢你的，但是可能因为每天吵架，我的情绪也变得很差吧，然后可能处理不好每一件事，每一件事我也不会想的那么到位吧。我觉得和我们每天吵架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愿意为你改变一点。谢谢2位，请回啊，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来，我们预测一下这个结果啊。分手肯定是最好的选择，算不出。从他们俩刚才真情告白60秒的时候，我从男生和女生的眼睛当中看到光了啊！我觉得年轻就可以试一试。我觉得他们俩在一起真燃烧不起来什么，是彼此的浪费和消耗。我希望他们不要出来，但我觉得两个人还会双出。我觉得男生肯定会出来，女生估计不会出来了。我们看看这对年轻的嘉宾作何选择，请开门。年轻人，还想追吗？如果你还想追，估计还追得到，但是追到以后，请你珍惜。谢谢，请飞。再一次谢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